大家好，我是陈老师，欢迎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哦。好，今天呢，就是蛮多事情我们要来去讨论的。那么老师只能说，这个现在这个东西啊，真的是一个非常怎么讲呢？非常重大的一个时间点，因为老师在这一周啊，其实做了蛮多的功课，还有讨论到跟一些贵客啊，还有一些专业人士啊，讨论很多事情。所以说发现了这个事情真的是还蛮不简单的。那废话不多说，那我们今天直接开始我们直播，因为今天的东西会比较多一点。首先呢，老师在过去我们在 COVID-19 还有在其他的一些物价飞涨之前老师曾经跟各位在直播上面的时候我们说过什么呢？说过各位你要开始准备粮食，还要准备一些应急物品这个东西这个在老铁大家之前都有听说过。那老师之前有跟各位这样子的一个建议。那么现在其实看了各位我们今天的一个直播主题大概也是可以知道。那这次老师也要跟各位去建议你这次你最好准备的东西怎么说呢？准备个3个月你不算多，准备半年你不吃亏就是你生活所需要的物资，还有你现金周转度。所谓的现金周转度就是说你6个月都没有收入的状况之下，你依然可以支付贷款还有可以支付你生活所需。那这个东西呢，就是所谓的一个现金的准备，你要准备半年。那当然，对一些资产比较雄厚的朋友他可能就说6个月还好，4个没事，6年都没事但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一些这种比较富贵的贵客所以说各位你要去检查一下就把你自己的一些所有的一些收入你收支表家庭家计表你把它弄出来跟那个家人好好商量一下，我们1个月大概流水是多少钱？那请准备最少老师说的是最少，请问不要自己去删减，最少是要6个月你的所需就是6个月之内你完全没有任何收入，你只有支出，就是说你没有任何的 income， 你就去贷款无论任何状况银行都要跟你收贷款的一个本金跟利息的这个是没办法去抵抗的。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请各位去算一下你个人能不能支撑6个月。不能的，你要想办法现在赶快开始存节约，尽可能的节约。那如果你是刚刚买了新青安房贷的这些东西那老师只能说祝你幸福，好吧？祝你幸福当然也是买新安做这个房贷它还是有一些的积蓄那无所谓。那如果你刚买房子你还有一些积蓄，那么请把你的新家先用一个极简风的先去装潢，就是说你油漆擦一擦啦或者是基本家具买一买你不要大兴土木的去装潢，现在不是时候听老师一句话，现在不是时候。什么时候呢？你最快老师会比较建议你是在什么时候呢？至少是在明年的清明节以后你再去考虑这件事情。我觉得那个是比较稳当的一个状态。那么你物资这个东西其实基本上你准备3个月，其实家里你看大小了那基本上呢，老师已经准备了准备了部分没有说准备齐全至少你要准备3个月不算多3个月不算多。那你这个东西最好是先准备起来，那后面要不要多准备到半年？我觉得这个有困难了，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粮食并不能够久放，因为我们都生活太方便了嘛，我们通常不会去存粮。那你存的干粮嘛，你不见得会吃到，比如说罐头啦、面筋这些东西基本上你可能在好生活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吃到它现在看我们电视广告上很少在广告那个面筋嘛，为什么？因为生活好了，就是很多人都没有去吃到这些罐头食品。那么你准备3个月，我觉得是 OK 的像老师的米也准备了最少就3个月其实还可以更多。那对于其他国家的朋友来讲呢，这也是一样尽可能的在世界各地的有看老师频道的朋友尽可能的准备3个月份的干粮，还有6个月份的周转金。如果也是经营公司的，你也是要至少准备6个月，最好是1年因为老师给所有的贵客他在创业的时候或者经营公司的时候老师都会跟你们讲，就是说你最少要留1年的周转金，就是1年你完完全全的没有挣钱，你都是付薪水、付房租还付管理费，付原物料、厂租费，你可以撑1年的，你再跟我讲你要开公司这个通常都是老师为什么老师这边请老师去协助开公司的存活率比较高的原因当然还是有人失败了，但是存活率相对来讲至少70%以上。为什么？因为你做到这一点之后，那你要败的概率是比较低的，因为1年的时间你不会是都在花钱吧
啊，这个概率是比较低的。但是你有这个准备，你后面在经营的时候你会比较踏实一点，而且经过半年的时间的淬炼你也开始懂了怎么样去经营一个公司。没有人一开始哪怕你原来是一个经理人，但是你自己创业的时候跟你是经理人那是两回事，那是完完全全的两回事，不可能是说完完全全是说你之前怎么做你现在就怎么做，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是说，无论世界各地，无论在英国、美国、澳洲，还是纽西兰，还是任何的地方，请注意都是一定要去做好你的这些准备这个不要跟老师开玩笑，也不要说抱着侥幸的心态，你被老师骗，你东西买了，后面涨价不关你的事，涨价还算小事，那个你买不到的话，那么你的钱也没用了，对不对？很多东西就是在你需要的时候你有预备，就像保险一样，缴保费的时候我缴得也很痛苦，我每个月开支开玩笑，我每个月开支有很大一部分其实不低过我的房租，我都要去缴保险费的。为什么因为我就觉得是说我会有风险，我人生会有风险，所以我每次我出差或去云游或是去干什么的时候，我一离开家里，我就跟建议老师说，我出去不是人回来就是钱回来，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买很多保险那我都买双重保险，台湾也买保险，那在出国当地我也买保险，所以无论如何我都会买保险。但是付保费说痛不痛？痛，因为你年度保险跟出差保险我都会买，就像房子，我租别人房子我还替房东买了保险。为什么？因为天有不测风云缴的都很痛苦，但是你做，那你是一定要实际的去做。这个接下来的事情，我们就要看到我们的一个实际上老讲这个事情到底是因为算没算出来的还是怎么样呢？当然我们可以知道，老师在做流年总论的时候2024年的下半年本身就是一个动乱之年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已经讲了很久，只是说各位可能久不讲，各位可能忘记了。但是我去年年中一样在做流年的时候，就跟各位讲，2024年本来就是一个征战之年。这个没办法，你要去避免它是很难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发现在那个中国好朋友，也是中国的老铁之一，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武契奇他是个总统，你各位要知道，首先我们要知道，塞尔维亚不管是大国或是小国，他在欧洲，而且他的身份是总统，而且他的地位是非常稳固的总统。各位去了解武契奇这个人他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人，他带向塞尔维亚，他为塞尔维亚的发展跟他经济真的是殚精竭虑。当然没有说100%支持他，但是他的声望一直是很高的。那么武契奇他这个不需要担心去选举的，而且他是到处都是不沾锅，虽然跟中国感情很好，但是他也抱持了什么？他也抱持的是不结盟主义。所以是说他特别去向大家去公布一件事，叫什么呢？他认为是说未来3-4个月就有可能爆发世界大战这个事情各位可以去在网络上去搜寻这个是该国的总统他以总统之尊，哪怕他的国家真的是比较小，但是人家毕竟是一个总统之尊，怎么样你比台湾大吧，对不对？他已经是说下令对他们的塞尔维亚全国做什么？做石油、面粉、糖等关键物资的仔细检查。意思就是说，他要开始看他自己能不能在世界大战的时候，他还能够释出这些物资，让百姓去购买，维持他自己这个小小的国家能够有一些他民生基础的运作，看能撑多久是多久吧。因为谁知道战争持续多久呢？而塞尔维亚这个国家，你说他世界大战跟他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他实在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利益在那个地方，但是因为是小国，他更需要去保护他自己。而挪威政府，各位，挪威政府有听过吧？跟塞尔维亚那是差了天差地别的地方。挪威政府他在6月25日的时候，与4家私营企业签订了粮食收购协议，要在2024年记住老师讲的，他要在2024年储存至少1.5万吨粮食。挪威这个国家，它基本上人家也不会特别去打它，你知道吗？加上它现在的那个挪威的鲑鱼是有毒的没有啦，就是它的鱼肉有问题，因为他们圈养的东西打了一些禁药进去。好，那这个粮食收购协议他们是用国家的力量去跟那些粮商去签订，在2024年，就是在今年我们讲的不是未来可能的预测我也不说做梦会梦到什么事情，没有。它就是在2024年，挪威要储存1.5万吨的粮食，就是为了单纯，它就是为了怎么样不可想象的情况做准备。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发现是说世界的局势啊是变得非常非常的吊诡，而且它的变化可能远远超出过我们这种一般老百姓所能够体会的一个状态。那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要去了解啊，比如是说最近啊这2天啊，那做的最夯的是什么呢？当然就是拜登跟特朗普，也就是川普老先生这2位老者他们做的一个电视辩论。当然我们不好意思啊，咳嗽还没好。当然我们知道拜登老先生啊，他的整个的辩论过程之中啊，我们看出来了，简直是惨不忍睹哦，惨不忍睹的一个状态。说他这个灾难式的一个辩论啊，这完完全全的是说，现在世界各地又要发生了其他的一些风向球开始转变。为什么？因为如果还是拜登继续选，那么他一致认为，基本上特朗普他或是川普老先生，他就一定会当选。目前的状况是这样。有人说，老师，你以前不是预测这个特朗普不会当选吗？我还没有说，我还说过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拜登他不一定能够做完任期，那到底会不会做完任期？目前来看应该是会了，因为我们遇到他最大的问题是在他在新冠疫情期间呢，我们的那个拜登老先生呢，他也染上了疫情，当然他是举国之力来去救治这个总统，当然他也很感谢他挺过了啊，挺过是件好事的，不要被老师说中那就是不好的事情。所以是说，老师为什么跟各位讲，我们在最后一个月，就11月，我们再去谈论是说你谁会胜选，因为到底谁会出来选？你知道吗？完完全全我们是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因为拜登他自己能不能够继续撑下去，他会不会退选，现在是未知数。但他本人表示他不会退选，但是就变成了是说，你特朗普是一上来，他基本上他的策略就很简单，他要结束乌俄之战，结束乌俄之战，基本上他是不可能去发核弹去打俄罗斯的，这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特朗普先生知道。他是个商人，商人就做商人该做的事情，所以说在那边有没有利益，有利益我就干，没有利益我们就中战，了不起就是就地划界限，我们就这样子了啊，不打了，结束了，然后让这些民族呢去挖那个乌克兰，它里面下面还能够得到的一些矿藏，那这个才是符合他的利益。而另外一个方面，各位要去知道，特朗普老先生他在公开的一个讲话里面他们的竞选里面讲过什么事情呢？好，最新的了哈，这是这今年所讲的，不是说我们4年前所讲的。他所讲过一件事情是，中国、北韩、俄罗斯这些国家等等之类的都是我们的敌人，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合作的空间，那也可以。意思是什么呢？因为就是能够给美国足够的利益，那么他就可以接受。那怎么样是足够的利益呢？就当然我们知道中美贸易战的特朗普老先生，他给美国争取到了很多，只是后面因为不是他主政。那后面第2阶段或者其他阶段的事情，那你就很难说很多事情啊。到这个状况，大家开始觉得北约这个问题就产生了。为什么？因为特朗普老先生是非常努力的克制自己不要退出北约因为他本来就想退出北约，这个其实在网络上都可以查出得到包含他之前的国家安全顾问那个波顿，他就说过他好不容易才安排到特朗普他不要退出北约。那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么很简单，符合美国利益的就是欧洲各国，你所有 GDP 2%你要投入到北约的军费里面，不然我不保护你。凭什么我花这么多钱在你国家里面，然后你自己挣的钱自己爽，自己玩得很爽，然后我必须拿我的钱去补贴你了，是不是？这个军费的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数。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那个世界开始动荡，风向球开始转变。那么这个东西，当美国产生了一些风向转变的时候，对于整个欧洲西方世界那简直是一个灾难性的一个变化。大家会不会开始各扫门前雪呢？是不是自己也开始顾自己呢？那老师这个预测有没有问题呢？这个东西还是有一些佐证的，包含什么？包含了法国的一个勒庞他现在已经是可以笃定了，他已经是胜利的就像马克龙，即使他玩了这个解散国会这一招基本上也是失败的。这个勒庞基本上他很明白，就是说什么一件事情呢？他要撤销原乌。那所以说你撤销原乌，就看你法国本来就是一个军事强国这个是事实我们不能看他的地铁可能很落后，或者是呢他的那个路上很多人乱撒尿，然后就说法国是一个很弱的国家，没有法国它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国家。这个老师跟各位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很多人跟老师在讨论最近的一些局势的时候，还有老师也请教了一些专家学者，他们就说这个美国它会不会继续强盛下去？我们对这个事情曾经做一个很深入的一个讨论。那当然老师跟很多朋友都做过这些讨论，但是我老师给各位一个结论美国它动乱是一定会的，但是欧洲这个动乱它是有限的。
为什么？因为美国它的文化基本上是没有文化，因为它是一个移民国家，它没有办法找到它自己的中心文化思想，这个是很确定。他们除了中心，他们爱国，或是他们要集中在一个中央政府上面，或是他们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国家，那这个系列之外，基本上这个按照这个国家的成立的时间来讲啊，200多年的国家，它是没有办法形成一个中心思想的文化。但是在欧洲不一样啊，比如是说英国跟法国这2个国家，还有德国，这个是数千年来形成的国家，他们强大的一个政治文化跟他们一个民族文化是不容易轻易动摇的。我们就举法国来说，法国它的政局动荡跟英国的政局动荡，无论如何它都是大英帝国，无论如何都是法国。法国人永远是法国人的法国，英国永远是英国人的英国，这个都不会变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文化基础在这个地方。所以说中国它是一个大一统的帝国，为什么？因为自古以来它就是个大一统的帝国。当然里面还有一些五代十国啊，或是魏晋南北朝，但是毕竟那个相对于整个时间长河来讲，它是短暂的。但是中国自从这个商周以后啊，都是一个大一统帝国的一个思想。所以是说啊，美国没有这个状况，他们当然就是比较多的问题。但是在法国就不一样，当他们决定走极右政治的时候，法国它还是法国，法国不可能变2个法国，也不可能法国消失在这个世界上，变成其他小国，这是不可能的。英国你可能爱尔兰会独立，但是英国就是英国，它是不会变化的，因为这是他们的文化，文化是需要时间的积累，有时间的积累，那它就是一个非常坚硬的基础，它是不容易打下来的。比如是说你土耳其也是一样，对不对？它都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长河之下所沉淀出来的一个结果。当然，你说美国它有印第安文化，那印第安人基本上都被他们剿灭完了。就像什么呢？就像澳洲有毛利人，毛利人也大概也是被这个央格鲁人也差不多剿灭完了啊。这些都是有历史可以公证的啊，不是老师乱说话。那这是可以明白的。所以现在在法国，回到法国这个主题上面呢，法国现在四面楚歌啊，就是说在马克龙的立场来讲，他四面楚歌。那他的隔壁的好朋友就是德国，因为他毕竟是欧盟的主要国家之一。那德国就担心了，你这个极右派是什么呢？就是以我自己利益自己为主哦，还蛮欧洲思想的。其实因为欧洲本来就很少是大一统帝国的观念，他们肖兹就觉得很担心啊。你这个极右派的这样子的那个勒庞他们这个团体啊，他们开始主掌政权之后，那么就很简单，一件事会发生是什么呢？法国开始做自己的法国，而不是做欧盟的法国。当你不做欧盟法国的时候，那么欧盟里面的疑右派的声音会不会越来越广泛？这个东西是值得我们去看的地方。而当德法2国他们没有办法在一个关键点上面，他们集中的去合作的话，那么基本上一盘散沙状况就会出来，一战的诱因就会出来，因为大家都是一盘散沙。那我没有什么要跟你合作的，我觉得我自己好就好。那么这个事情就变得很大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法国现在基本上这个好像已经投完票了，老师看到消息是极右派已经胜出了，那勒庞也出了议长，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这个状况符合谁呢？符合这个普丁啊，那个俄罗斯总统普丁他那个想法。为什么？因为你乱我就强，因为俄罗斯它是大一统帝国，俄罗斯自古以来都是大一统帝国，所以说他就觉得你乱最好，你们最好是各自为政啊，多头马车。那就像什么样呢？就像当初成吉思汗他在这个要去往欧洲打过去的时候，完全是摧枯破朽。为什么？因为大家各自为政，打来这个黄祸我们根本打不过，不然你上，那我先不要上，那不是最好的吗？所以这个问题就会变得很大。说即使马克龙他不断的去催票，但是呢，他的中央政府的一个措施啊，大概率啊，基本上还是没有办法继续维持住了啊。怎么叫做大中央呢？就是说我不左也不右，我走的是极端中间的主义。现在没有办法，所以现在法国它注定走向一个怎么样呢？走向一个极右的政府，而不是联合的一个政府，也没办法做出联合的执政。而刚才我们讲到美国现在 CNN 出了民调 ，CNN 呢它已经非常偏民主党了啊 ，CNN 这个已经真的是非常偏民主党的。而 CNN 的民调，拜登他的支持率也只剩下33%，那特朗普67%。那这个状况你要逆转是比较难的，但这里面有没有好消息呢？还是有好消息。为什么？因为这场美国的选战呢，包含了对于抖音来讲都是好事。为什么？因为现在各家都不断的使用抖音，尤其是特朗普。特朗普在抖音上经营的非常成功，他的在抖音上的声量啊，基本上是拜登的5倍啊，不是多5成，是多5倍
所以说啊，基本上这个特朗普他会洗掉过去其他人对他的疑虑，好，你可能是中老年对他的疑虑，但是现在年轻人对比较去支持是什么？支持你敢杀敢拼敢讲话，不管是讲好话讲坏话，至少你敢讲出来的这个人去做，而不会把票去投给那个已经在辩论场合上面，然后呢他还不知道他自己讲什么呢？一个拜登老先生身边，那拜登他会不会退选？其实现在真的是没有人可以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拜登啊，他这个人已经没办法正常思考了。唯一能够处理他的人啊，大概只有2个。第一个，要么是贺锦丽，因为他的副总统；第二个能够处理他的人，大概就他的太太，因为他跟他太太啊是第2段婚姻，第1段婚姻出车祸嘛。那第2段婚姻上面，他跟他太太的感情是非常好，所以说呢，现在只能看啊游说团体现在民主党里面的游说团体尽量是往他太太这边去走。那这个状况基本上是还蛮糟糕的事情，所以说啊，在这个欧洲跟西方世界已经进入大混乱的时候啊，那个武契奇他所谈到的事情啊，并非是空穴来风。很多事情啊，各位你看到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要抱持侥幸的心态。我们东西买了，这个东西是我们买的，因为物价只会往上涨，物价基本上你不会往下跌，尤其是台湾，为什么？因为台湾你能够自产的一个商品是极少的。我们都是靠进口加工来维持我们的生计。你的粮食、你的肉品、牛肉你得进口，对不对？你米也得进口，你各行各业原物料你都得进口。我们台湾人很会开工厂，但是呢，我们是加工很厉害，是不是？我们代工很厉害，像我们的科技园区，但是我们能够自己生产出来的是不够的，包括我们连电都不够。所以说很多事情，现在我们能够做得好的事情，就是我们先买好我们的物资，然后等去避免这件事发生。一旦发生，我们至少要给我的家人有饭吃，有饭吃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不要让自己有饿到的机会。因为你一旦饥饿，你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那么本来没事的变成有事，因为动乱不会是长达几年的时间，那哪怕是几个月，你活得了那么久嘛？没饭吃几天就会死了，各位要记得这件事情。而钱也是很重要，你钱是一定要保存下来的，给自己一般人6个月，那你是经营公司的，你要保存1年，不要嫌老师烦，不要嫌老师说迂腐，或是说你如果没打到怎么办？你不打脸了吧？你可以打我脸，但是我不会输，懂老师意思吗？你打我脸我都不会输，我稳赢的，不是说我的一定中，但是这个赌注上面我怎么赌我都不会输。记得老师说好，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哈。好，上次叶伦我们这边产能过剩的问题哈，全球通膨打一个商业局面，美国超发哈。好，感谢大家哈。那大家还没什么问题，大家好像没什么问题。好，那我们继续哈，我们继续下去好了，好吧？因为今天问题真是比较多一点。那接下来我们回到台湾这个事情上台湾现在这件事情其实也是非常严峻的当然，大部分老师所问过的一些军事专家，还有一些你是对各方面有研究的包含你身在内的跟身在外的，其实老师做了非常长足的一些讨论大家都认为这个解放军是不会打台湾至少今年不会，这个是各方的结论这是各方结论，但是老师抱持了怀疑，为什么？因为这符合大战前夕的结果。那什么叫大战前夕的结果？就是当你觉得不会的时候，他越会。因为整个氛围，如果你都觉得不会，那这就是对方的好时机。当两边模棱两可，有些人觉得会，有些人觉得不会，那觉得会的人多一点，那你就会防御等级高一点；你觉得说不会等级高一点，那么我们也会多一些心眼去准备一些。但是当你大部分包含了你还是真的是各种专业的军事专业老师都有去请教，基本上90%以上的都认为两岸之间至少今年不会打仗，很多人都认为是说是在明年或是2027年才会打这个东西其实危机就在这里。那当然我们也知道，现在史上最近就是说这一周4艘中国的海警船闯进了我们金门的海域，而它离我们金湖边就是金湖这个地区就是离着我们金门岛了，我们就讲金门岛好了，它最近也只有5海里，5海里是什么？你眼睛一看就看到了，你眼睛一看就看到，那个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包含我们还看过它的前舰，对不对？所以说在这么强大的状况之下，我们就很明白了解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对方底线已经试成功了，金门马祖是在对方的掌握之中，而且我们不会反击。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我们没办法反击，
我们从很多的想法是说，你要12海里，然后互相尊重，然后把它驱离。但是事实上这件事情，我们真的有驱离它吗？是没有的。好，其实毕竟对方已经把视频把它亮出来了啊。我们伟大的不要说伟大了，我们辛劳的海巡的弟兄啊，讲完话之后就分头离开了。当然，根据我们的英明神武国防部的意思是说啊。还有是我们这个方面的一些看法是说，我们做到我们该做的事情，那是正常的巡航模式，我们没有抱头鼠窜啊，是不是这样？其实老师不知道，我不是国防部的人，那我也没有来自国防部的消息，所以我不知道。我们尊重我们政府的讲法，但是实际上就是他已经进到我们5海里，那他讲完之后，我们离开之后，他有没有离开？他当然也离开啊，他又不可能住在那边，是不是？但是如果他可以靠近金门的5海里，那么哪一天他进到澎湖的5海里？是不是也是一样的结果？各位，你们懂老师这个意思？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在于你今天金门、马祖都可以到5海里，那澎湖近你12海里，澎湖你敢反击吗？各位不要小看澎湖，澎湖是我们台湾岛的蛋壳。各位去了解这件事情，澎湖一定是我们台湾岛的蛋壳。澎湖只要丢了，台湾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防守。各位懂老师意思吗？老师也问过很多的一些军事专业的朋友。包含老师的老父亲啊，他也是国军弟兄啊，他过去是他的经历就是职业军人了，他也是一样的看法，就是认为是说，当澎湖岛如果拿下了，那么很简单一件事情，这个我们的解放军共产党啊，共匪，好吧，他的源源不断的物资就可以送到了澎湖，从澎湖建立了补给基地，那么他对台湾来讲，他指哪打哪，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阻碍。那难道我们台湾能够对澎湖进行我们所谓的火箭弹或其他的一些导弹的去炮轰它吗？不行，澎湖经不起炸。哎，这澎湖真经不起炸。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要怎么去做呢？这个方案就会有产生很大的变数，就在于是说我们没有能力反抗，我们连真正的派遣我们的一些有能力的或者我们的一些示威型的状况去护航。都没办法，为什么？因为光金门、马祖它是离厦门比较近，离厦门比较近，我们的驱逐舰能够开那个地方去吗？不行啊，不行啊，实话说是不行。你开到马祖都有一些障碍，开马祖都有些障碍。它过去可能可以，现在是不行了。你现在你可能只能用锦江级的运补舰，然后去那边去运补还可以。你真的要派驱逐舰，比如说我们成功级的，但真的要去打，或是拉法叶去那边可不可以？那是不行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实在太敏感了，而且如果真的被人家怎么样了，好，登船检查了，请问你是让他登船还是不登船呢？你登船呢，等于是这个船舰你可能被俘虏了，那不登船呢？那你在抵抗，你要跟我干一架吗？我们有办法去跟他干一架吗？我们的国防部长说，交由地方单位指挥官自行决定要不要开火，指挥官能决定要不要开火吗？这太奇怪了吧？但是当中央政府失联之后，我们才有去中心化。去中心化就是说我们没有中央指挥部，中央指挥部失去了，那你只能打游击。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这个不用军事很专业的人大概就知道这个意思了。当你跟指挥部失去的时候，你只能变成流亡部队，或者是你在打一些野战啊，就变成游击队，你就不是一个正式编队，你不能如臂食指、如指捏物了，不行，这是不行的状况。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的伟大的一个政府、伟大的党啊，他觉得是说中国大陆简直是欺人太甚。所以是说我们现在的陆委会宣布啊，现在赴大陆地区啊为橙色警戒，橙色警戒就是非必要不要前往。这个东西我们不能说政府的政策对或不对，只是你没有一个事由去表现，是说为什么去那边会有橙色的危险？中国大陆是发生了内战吗？各位，中国大陆是发生了内战吗？没有吧？那为什么还有橙色警戒？因为它有惩毒22条。那惩毒22条，那是你们这些务实的台独工作者的事情，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橙色是亮什么好笑的吗？那么这个就变成什么？这就变成了这个是政府的所有的指标就变成政治性指标，而不是实际性指标。这个政府执政的时候，他就以他自己政治的立场或政治的眼光去判断这些事情，他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没有一个公正的思想，他已经不能算是一个独立的公部门，而是变成了一个什么？变成一个意识形态的一个单位。那这个东西就变得非常有意思的地方。而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当然就是我们现在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很重要就是我们的
陆委会副主委啊，我们的梁文杰先生啊，他就喊什么呢？喊我们的马祖关公是统战工具啊，意思就是说里面有匪谍啦啊，保密防谍人人有责。关公山东人，马祖的福建人，太可恶了，那根本就是匪谍。这个我们怎么去形容这件事情呢？这是一个做宗教的，我也觉得非常有趣。那请问一下，我们台湾的长老教会或是其他的基督教会，它不是我们台湾本地神明吧？那它有可能是渗透我们呢？如果按照同样逻辑来看，当然不是啊，当然不是。老师不是说要攻击其他宗教的意思，但是你不能把一个宗教的一个特色变成是说它是一个统战的一个工具，等于是说是什么呢？这个真的是老师必须说啊，这个像老师在标题上写的，这个已经变赵高在世了。你指鹿为马，我说是你就得是，我说它是陈设，它就是陈设；我说它是统战工具，它就是统战工具。那我们从北中南都有关帝庙，都有妈祖庙，那是不是这些人在出巡的时候，我们对他丢鸡蛋，我们对他丢烂菜叶，我们必须要对他做到战的手势，我们必须要去攻击他，因为他是什么？他是统战工具。现在台北的行天宫，台南的关帝庙，还有什么龙山寺什么，是不是都应该把它查封一下？为什么？因为怀疑它是统战工具。记得我们的政府，我们的伟大的中华民国，它有所谓的反渗透法。那这个状况是不是应该把所有台湾所有的宫庙全部一体封禁，开始调查里面的庙公、信众，还有你那些清洁人员，还有神像的这个雕刻师，都一一抓来问话，你们是不是在负责统战？不是吗？这是我们陆委会副主委说的事情啊，他公开说的这件事情啊，这是不是非常有意思？那当然我们也看到，在中国方面，他们当然觉得这是很夸张。因为当然，中国还有另外一个更夸张的事情啊，中国的大陆本身有个很夸张的事情，就是驻法代表卢沙野这个人呢，名字听起来很奇怪，卢沙野这个听起来怎么就有点像日本名字啊？我不是有特别大有意思，我就觉得有点像日本人的感觉啊，日本的名字沙野嘛，对不对？比如沙野家。他在出席的研讨会的时候，他就公开去讲说，中国的内战是还没有结束的。现在目前台湾的政权是中国版图的叛乱政权，所以说中国政府啊是有权利随时去驱逐这个政权，把台湾的治权重新收回。那这个事情这代表什么事情呢？老师只能说代表这个人脑袋有问题。然后老师就还是必须说，这卢沙野很多人觉得说，那是不是中共放了空气？我们是不是开始要警戒？但是中共放很多空气，但是卢沙野这个人讲的话大概就是神经病。为什么？因为他驻法代表，你怎么可以讲到亚洲事务？你应该是做好你在法国的一些事情，对不对？中国有这么多的邦交国，那每一个大使都要去对这个事情，对自己任务以外的东西去大放厥词嘛。我不晓得卢沙野是不是中共哪一个高干他的一个什么七舅啊，还是谁的儿子，这个我不知道，我没调查过他的背景。但是他讲这个话，其实各位就不用去太担心。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的确是处于内战状态，这个是毋庸置疑的，这个是两岸基本上按照国际现状的确是如此，因为毕竟我们是先建立中华民国，那我们在后面才会有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说我们是打败仗我们撤守到台湾来，那我算是个流亡政府。那流亡政府基本上代表我们还没被消灭，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是可以抵抗，对不对？所以我们买了军购，而且我们有自己的领土、宪法跟土地，还有制度，还有人民。所以说我们现在内战状态是还没有结束，但是我们不是叛乱政府，叛乱是指我成立之前，你成立之后，你才叫叛乱政府。所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华人民国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是窃占大陆，你们才是叛乱政府。当然，这个是不合法的，因为按照国际战争法来讲啊，那个首都被占领啊，基本上就可以，然后呢，你大概就可以宣布你战胜了，那另外一个国家就取代你的位置啊，这个是国际战争法是可以理解的事情，因为我们之前中华民国首都在南京嘛。南京被占回去了，那当然就是我们就败了，败了他们就取得了这个合法继承权利这个在国际法上面是合乎道理的。所以说我们为什么中华民国被取代5常之后，我们就没有国家的地位，就是因为国际战争法还有国际法规定的事情就很简单，我们首都被占领了，那我们也撤出那个地方了，那当然他们就取代了我们成为合法的政府，这个也是合乎道理的。但是两岸本身是一个内战的关系。
所以这个状况啊，其实就不用太在意卢沙野这个问题。我们要注意到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要注意到的事情是，现在解放军啊，他们的一些无论是海警船，无论是他们现在在这个渤海那边在试航这个福建舰，也是一样哦。他们现在是270度的，基本上是包围了台湾，而且他们基本上就目的很简单，他们在练习怎么打进来。好，假设任何状况不断的可以打进来，然后呢，再派其他的一些侦察机啊，或者是一些海警船来不断的试探我们的底线，这个事情其实是非常危险。所以老师认为，当很多人认为不会打的时候，那么你现在打的概率就是非常非常之高。而所以说，我们现在汉光演习啊，要怎么样呢？因为刚才所说到，他要去演练去中心化，那去中心化，那基本上他们这次要搞真的样子来打。那其实老师认为，这个汉光演习也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会不会你在假戏真做了呢？会不会假戏真做的呢？那这个是问题，就很可能，因为当你在演习的时候，我发动真正的攻击，你是不是能够真的接招呢？哦，这个战争啊，它是一个风云变化的事情，很难是说，好，我要让你准备好之后，我再去进行。这就算我站在中国大陆立场，我也不想我自己损失很多，我希望在你完全没办法去接受攻击的时候，让你接受攻击，然后呢，我赶快最好是兵不血刃，我就拿下你整个所有的一个治权，当然是最好的事情。但没有人会想是说我要去双方牺牲很大的事情，会想到双方牺牲很大的事情，那个是我们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两岸以外的人，他们会希望哦，我们两边伤亡都很大，而没有其他，我们自己不需要伤亡很大，我们百姓不需要伤亡很大，而对方他们自己的解放军不需要台湾伤亡很大，因为你伤亡越大，你后来他补坑的是谁？那补坑的这是他们自己啊，我没事把我自己的东西打烂干什么？那个东西是民心也是很重要的，所以你打得越烂，民心越难收拾。那也不可能留岛不留人，这种是一些网络上的段子，那个是不可能的状态。所以说这次的一个汉光演习啊，这个其实是一个我们要值得观察哦，在中共那边会不会有一些动作？毕竟我们现在无时无刻都处于被包围的状态，而且对方一直不断的演练怎么样打进来。那他们在努力的练兵，我们努力练兵什么？怎么样不被人家打进来？那除此之外，我们有什么抵抗的空间吗？我们几乎是没有什么抵抗的空间。这个记得到，我们台湾现在几乎没有什么抵抗的空间，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而且最重要是福建舰在渤海那边在做一个试航哦，这个东西你让它练成功了，台湾真的是插翅也难飞。这不但是武力，也包含我们上周讲到的这成都22条一出来，那请问一下，我们的政府高官，我们伟大的党这些领导人，他们想要撤到任何国家去，任何国家跟中国有邦交的，请问他能够收留我们的这些伟大的领导人吗？伟大的这些前后任领导人吗？没办法，因为你收留了他，那么你是不是跟中国唱反调？那请问你跟中国所有的贸易往来，你还要不要？你还要不要？就哪怕是日本，他敢收拾吗？这个有困难，因为日本如果收了我们伟大的领导人回到日本去，为什么我讲回到日本去呢？我不知道，我讲错话，好不好？他就是去到日本去，那么他敢收留他吗？有障碍。因为这个事情你是完完全全得罪中国。那有人会跟老师讲，老师你这样讲不对，达赖喇嘛不就在印度吗？各国接待他没有问题啊，不一样，因为达赖喇嘛他多次宣扬，他没有要去反政府，他完全支持这现在的中共政府，而且他还要结束他的转身，他自己所指定的这个怎么讲转身模式啊，轮回转身的一个模式。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他基本上对中国是没有什么威胁力的，甚至印度它本身基本上本来就跟中国唱反调的，它基本上它的影响力其实也不大，所以说这个不能够在同一个基础上去做论述。所以现在台湾的状况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包含的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去抵抗，或是他们逐步的缩窄这个口袋，把我们再困在这个台湾岛里面，让我们瓮中捉鳖。这个事情啊，基本上我们很难去抵抗，也很难去面对这件事情。而包含的是什么呢？包含美国的前国防部长的高层，他也对台湾现在的状况也觉得很有意思。是什么呢？遇到现在已经是说对方已经开始包围台湾了，那么我们台湾基本上你能源都是靠进口的，然后在这个危急时刻，我们中华民国既然还关核电，要把我们核3、核2关掉，全部给云豹不讲错话了不是给云豹，是给绿电去做发展，这就很奇怪。我们绿电真的能够支撑我们 AI 产业发展吗？能够支撑我们半导体发展吗？那我们只能怎么样？我们只能做火力发电，一直烧火力也没问题
我相信我们的政府一定是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它可以火力发电，反正用废发电嘛，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吸，大家一起吸啊，没事啊。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在于我们没有，当我们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能源还能够进口吗？我们台湾的能源能够连续烧7天，可以烧1个月，你烧得了吗？你能够没有电生活吗？那这个就是一个问题的存在。所以说现在我们现在既然是说我们台湾要发展人工智慧，所以是说你的用电量一定是非常的惊人。而美国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自己的发电厂毕竟是民营的，所以他们现在整个用电量也是非常的吃紧。那么美国现在也是到朝野两党，他们也非常协商起来，美国要转向用小型核电发电厂，来去指引，就是说你每个州或者每个地方他们所需要的电力，而不会是说靠过去的我们只靠石油、天然气或是烧煤来因应。那这样成本不但高，而且呢，你有原物料的一个价格的风险，但是小型核电厂它的发电力更高，造成的污染更少。那这个东西才是符合未来这些 AI 产业、半导体产业或者各种产业所需要的事情。所以说，美国现在第4代的核电厂开工，那么包含了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也说过，他将会彻底改变发电方式。所以说，现在开始呢，整个世界要一直进入到一个核能的时代。第4代的反应炉当然据称是更安全，但是第4代是什么意思呢？说老师跟各位讲，我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呢，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趋势。而我们的一个国家气候变迁的一个副召集人童子贤先生他就说过了，即使后羿没有射下太阳，有9个太阳对不对？那我们太阳能发电可能就够了。但是假使我们的发电量是够的，但是呢，你只要有电，那各位一定会继续吹冷气。所以是说这是恶性循环。所以说，它发越多的电，我们越会浪费电。这样的智慧，我觉得真的是才能够当政府高官，因为我实在想不出它的逻辑在哪里。难怪我就是百姓，对不对？难怪我是那个三无百姓，是不是？无房无车那个什么都没有的，还无钱，对不对？这个三无百姓，像这种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领导人，他们才能够知道什么样的9个太阳给你发电，你都会浪费电，那跟核能有什么关系？但是呢，他的定调就是怎么样？他希望台湾继续发展3成的绿电。3成的核能，然后4成的火力发电，才是适合台湾的黄金比例。我真觉得他的智慧已经超英赶美了，因为全世界各地都在重启核电，而且不断的改进核电，而且增加更多的核电。我们台湾还是认为，要靠太阳能发电。你太阳能板哪里来的？你的风力机具哪里来的？不要告诉我你里面一个中国制造都没有，不然你是资匪。这个事情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而中国现在他们面对到这个状况之下，他们也开始去做什么呢？包含的是说我们的一些两岸之间的关系，还有中美关系的变化。所以现在中国它已经公布了稀土管理条例自10月1号开始条例明定稀土属于中国的国家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或破坏，并对稀土的开采、冶炼、利用、流通以及进出口实施全产业的监管。在过去我们在直播里面有讨论过这个问题，中国有没有哪一天把你的稀土直接一把抓起来不让你用？这个状况是不是会有？那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这个我们当时是留个心眼说，这个问题其实中国是可以做得到的，只在于他要做或不做。要不要做不做，那就是看美国的态度。而美国现在的政府基本上是摇摇欲坠，那新的政府又是一个疯狂至极的，所以说这个状况他先把它捏起来。那请问美国人能够做出什么反应吗？不行。为什么？因为他要选举，选举前后基本上面对到外面重大挑战，他是没有办法去处理的事情。好，在这个状况之下，美国视为了他美国霸权开始受到影响，那当然其他跟美国比较亲的国家自然会自己想到出路。就比如说谁？比如说越南，越南跟美国的关系其实都是比较紧密的这个也蛮奇怪，跟美国紧密，这个说真的，这个逻辑有点怪怪。毕竟那个什么，这个越战是跟美国打的，那现在跟美国关系比较紧密，我也觉得非常有趣。那他在6月24号的时候越南总理范明政他就访华4天，还跟中国铁路的通信集团还有一些其他的单位去谈出的是说，越南希望能够跟中国来去合作，
寻求怎么样在铁路设计建设的技术转移得到中国的协助。为什么？因为之前他去日本了，他是被拒绝的日本不想进入越南这个坑，所以说日本是拒绝的。因为日本，我相信日本在印度跟越南都大概都是摔得蛮重的啦。因为以日本的做事方法，其实应该是没有办法在印度活下去，应该是没有任何一个外资企业，包含中国企业在印度上活得下去。印度连自己人都不放过了，你还说你外国人要不要放过呢？越南也是一样，越南它现在的经济因为很不好，它很需要去做一些变化，但是现在状况是非常难的。所以是说在这个状况之下，跟美国很亲的越南外长马纳罗，他也是怎么样呢？他一直在努力的去6月25号的时候他就是说，他努力的让跟中国一起重返谈判桌，以解决南海的分歧。为什么要解决南海的分歧呢？因为这个时候他跟中国产生了一些碰撞，而且特种兵也被人家俘虏了。被收缴这些武器了，然后美军跑了。美军跑了，为什么？因为他不想跟中国去因为南海是发生一些争执，这我们上礼拜所说过了。所以说就发现了，我今天要靠的人靠不住了，对不对？我爱的人不爱我，是不是？我到底该车底下还是在车里面呢？让大家就觉得很困扰。所以他尽量的还是希望能够放出一些风声来跟什么？来跟这个中国去进行重新谈判，但是他也没有示弱。为什么呢？因为非驻美大使他也开始警告，如果台海战争开始爆发，菲律宾可能会提供基地给美军使用。这个影响大不大？影响一点都不大，因为美军不会去菲律宾。台海战争爆发，他提供基地给美军使用，前提是你美军要来，你美军不来，请问一下，你基地借给美国使用有什么用呢？对不对？有什么用呢？他不来，你开给他用，他也不来他不来怎么办呢？他连你受伤的时候他都不来，那为什么还要再来呢？而现在我们也看到，在这个两岸之间它经济紧张的状况之下，那现在在新疆的沙漠有 GPS 看到，就是说，精建了1:1的航母模型，还有 F-35多款的靶机要开始去做一些演习的时候去使用。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发现整个世界大家都在准备什么？都在准备打仗，都在准备打仗。这个事情就非常有意思了。这个大家都准备打仗了，但是到底谁会开第一支枪，这个很难讲，这个是非常难讲的。因为我们讲，还有时间，我们讲到叙利亚那个地方，各位就会知道，而不是叙利亚，这是什么嘞？反正讲到中东局势的时候，大家就会知道了。而在这个状况之下，有人就借题发挥，就说那个埃及他在7月18要在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去开幕做什么呢？做这个古埃民的文明大展。所以他在6月16号的时候他载满788件古埃及文物的货机包机抵达上海，包含了大型石雕、彩绘木棺、黄金饰品，还有石灰的那个岩片、动物木乃伊等等。然后大的有3吨重，那小的有几厘米。这些圣甲虫，圣甲虫是什么？就是粪金龟吧。就是什么样呢？就是为了避免埃及要去跟以色列发生战争的时候可能会损及这些文物，说提前把一些重要文物都送到中国去避险这个其实是谣传的因为这个要办这个展览，那是已经很早以前就已经定的事情。那这些东西就是很珍贵的，你必须在天气比较好的状况之下，赶紧送过去，然后妥善的保存，然后你还要去准备场馆，还有一些安排它不是说我送到之后我立刻摆起来都可以了，你也不是摆地摊，对不对？所以有些人认为是说，埃及是不是为了避险，把这些古文物送到了这个中国去保存？那没有了，这些东西也说真的也不是埃及很重要的东西了。我说白了吧，我上次看过那个里面的一些说明那788件其实算是不能说完全不重要了，但是毕竟它不是主要的东西，它总不可能把法老王子送过来吧，对不对？说对于埃及来讲，它这个是正常的一个展览，并没有什么其他的意图，只是说这个事情在埃及上面，它现在也面对以色列的问题其实这个也是未来很重要的地方。好，那我们看看各位什么问题来和平万岁，我也算和平嘛，好吧？世界大战的战场会在欧洲还是亚洲？都有。如果世界大战被577讲中了，我告诉你都会中。这个是全世界大战真打那是全世界大战，你没有办法躲避的，好吧？真心没办法躲避。你真的要躲避，你只有2个地方是绝对安全绝对安全。这绝对是只是说它那里面绝对不会有问题的，只有2个地方：美国本土绝对不会有问题，中国大陆本土绝对不会有问题。其次，我们就说加拿大、澳洲、马来西亚，那这些东西，这些地方
就是相对安全的地方。哦，所以说新马地区的朋友你不用担心，新马地区是相对安全的地方。澳洲、加拿大哦，实在没有太大打的价值，那他只能出兵，但是他要被接战的状况不容易，因为毕竟加拿大跟美国接壤，打加拿大跟打美国没什么两样，所以加拿大是安全的。那你是说澳洲？澳洲太远了，你打他也没什么屁用，哦，打他真的是没什么用，所以他只要不参战就没事。所以真的打起来的话，唯一最安全的地方，那当然就是最安全了，讲不是相对安全，是最安全，就是美国本土跟中国本土，那是最安全的地方。好，基本上不会爆发他们被攻击的可能，因为谁攻击这两个地方，大概率就是打大的了。那俄罗斯安不安全？俄罗斯本土也是被打过啊，对不对？俄罗斯本土也被无人机侵入过啊，克里米亚也被打过啊，说那也算俄罗斯本土啊，所以它这个状况是比较特殊的。但是你不能打到那个克里姆林宫啊，你敢打到克里姆林宫，开玩笑，那个国家大概就完蛋了。比如说芬兰，对不对？比如说波兰，这两个国家就很危险，好吗？对澎湖来讲是历史经验，澎湖被打，台湾投降不止一次啊，是这样子没错了，的确是这样的。澎湖就是这样，台湾的弹壳，为什么说是弹壳，不是说龟甲呢？因为很好打，好吧？澎湖很好打啊，它不是龟甲，它是弹壳啊，很好打，很容易碎，但是它必须存在，这个就是这样。那当然，北京当局的先动手如何承受国际制裁，这些东西，这个东西你不用担心这件事情。北京一旦动兵，没有人会去敢制裁他。我跟你讲，事实就是这样。很多人担心中国会被制裁，我告诉你，美国都制裁不了中国。为什么？你有办法去跟没收俄罗斯的外汇存底这样搞吗？办不到，因为全世界各地，尤其是发达国家，在中国投资的资产那是非常非常之高，比中国在境外的资产还要来得多。那么请问一下，你去制裁中国，那中国就制裁你在中国境内的这些资产就可以了，你就完了，完了，没办法。而这个美国它有中国手上还有3兆美元的这个外汇存底，外汇存底是外汇存底，银行业它是不管这些事情的，银行业基本上就认钱，钱在这里就在这里。美国有本事把中国库存的外汇存底变成废纸吗？不行，上面没写名字，没签名，对不对？他有这个存底，那你也不知道哪一张啊，是不是？你不能把它全废了。那你有人说啊，老师，那就把它变成什么？把它变成那个银行SWIFT 制裁的，你制裁他 SWIFT， 他跟别人本币交易呀，亲，他跟别人本币交易，你觉得你有没有 SWIFT 他有差吗？俄罗斯已经做给你看了，没有 SWIFT， 人家一样 GDP 一样成长。中国无论如何跟别人本币交易，至少粮食、石油这2个东西，它是可以用本币交易。那么请问一下，你制裁他是他比较痛，还是你比较痛？好，懂老师的意思吗？你制裁他是他痛，但是你制裁的人更痛。伤敌1000，自损2000。制裁中国就是这么样的结果，中国会痛，你打他1000，但是他损你2000，没有问题的，好像是没有问题的，好吗？以南京为郑都政权的政权不是很稳，不是这样子啊，也不是这样子了，我们还是有信息啊。明朝的建都是在南京，金陵嘛，因为朱元璋打下了金陵，建立了明朝政权，对不对？虽然后来我们的 Judy Boy 他就建立到一个北京政权，但实际上呢，那个建都还是从南京开始的，那明朝也持续了很久嘛。至少你土木堡之变之后，还是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嘛，对不对？你不能说前面的几个皇帝好，后面皇帝都是蛮瞎的，然后这个明朝就没有实力。明朝实力是很强的，各位你不要去误会，明朝实力是很强的，它错是错在封藩王过多，还有就是说你仰赖太监过深，而仰赖太监过深，那又是什么？那又是明宣宗朱瞻基他的一个错误的一个政策，因为他觉得所有人都不可靠。那他就培养自己的一个内廷的太监，当做他自己的一个助手秘书，所以让太监念书。朱瞻基是让太监念书，然后导致了后面太监夺权不然你以为土木堡之变为什么明英宗为什么会被俘虏？明英宗被俘虏就是因为他大太监王振然后就把他怂恿说你要去打这个御驾亲征，然后打一个大的功劳下来，那就是从这个所谓的明宣之治的明宣宗。宣德皇帝做出来的，所以这个很多事情是很多的变化这个历史蛮有意思的，好吗？9个太阳什么地方有趣？很有趣，我也觉得蛮有趣哈。国际制裁意思，中国不能有美元计价出售中国工业食品，只用人民计价了吗？
这个是不可能的了哈。这个制裁中国是别人痛，不是中国痛中国也会痛，但是没有其他国家这么痛。我们举个简单例子来讲，好吧？我们直接带过后面有讲到的事情来讲，因为现在快结束了，我时间还没讲，还没讲到一半。我们讲简单一点来讲，中国它去面对欧盟的制裁，它的电动车，说中国要开始对猪肉跟进口产生才进行了相对的制裁。那欧盟有没有服软？有，它降中国关税降了0.1%。降0.1%，那中国后面真的会说啊，你既然降0.1%，我感谢西方大老爷们的恩赏，那我对你完全不制裁吗？不可能，不可能。可是为什么在这么右派的欧洲政权里面，他还是要得降0.1%呢？因为不降，你得罪了中国，他们没有办法承受得痛，因为太多的欧洲企业在中国境内，太多了境内，不光卖衣服的啦，还是卖一些双 BMW 的啦、Benz 的啦，这些东西在中国多少市场份额？苹果为什么现在困得这么难看？它不就是鸿蒙搞的吗？不就是华为搞的吗？苹果为什么没有办法在现在那么火红？没有办法，它现在出什么大家没有那么在意？那是因为鸿蒙起来了，是不是？因为华为起来了，对不对？我们不说它是不是遥遥领先，就跟你平起平坐，你就受不了了。不要说其他的，就跟你平起平坐，你就受不了了，就完了，好不好？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印度有机会像大陆这种程度的工业化，不可能啊，那是不可能的啊，那是办不到的事情。我们之前讲过，第一个左倾制度，第二个男女不平等啊，所以说它这要起来状况是不可能的事情。好，那我们跳过一些的问题哈，其他的问题我们就不讲了哈，尽量跳过。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我跳过一些事情，重要的事情啊。当然跟各位也有朋友跟老师讨论是说，这个李尚福跟魏凤和，这中国前任的这个国防部长。他现在被双规吧，还双开，反正就是被抓起来了因为他贪污状况之下呢，那他们的一些话语是什么呢？是说他们这个李尚福严重违反这个政治纪律不服从党的之类什么什么等等之类的，所以是说呢，他现在不是国防部长了他已经早就被取代了。那现在他们把他抓起来的原因其实各位去知道一件事情老师在前2年跟各位讲，这个2024年前5年跟后5年。那老师觉得前面的几老师各位觉得说那不可能打起来，我告诉你，有这样的国防部长，本来能打他也不打，他难道只有贪污这个问题吗？火箭军所有的资料都在美国人的桌子上，能打但是打不了，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这就是天时地利人和里面人和出了问题。中国有天时跟地利，他人和出了问题，国防部长不可能本身就是内应，可能根本就是怎么样，根本就是汉奸。那么请问你要怎么打？火箭军的问题，这其实前2年各位知道包括他们的火防兵是谁，几点换更，都在美国他们中情局的桌上，美国总统都知道。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内奸嘛，你砍掉了这么多人，最后砍到了国防部长，你国防部长都有问题。说中国他现在抓这2个人之后新上来的这个国防部长，他就不可能是这么软的，是说，我们尽量调和阴阳，或者我们特别谨慎小心。新官上任，那一定是听命于这个中央领导。为什么？因为他这个是把前面的人干掉当肥料，然后他才上来的后面上来的被提拔上来的这个人特别听话，真的要打的时候，他会舍生忘死去打。为什么？就像江泽民一样，被拉上来之后，党说他上面的元老说什么，他就立刻去干什么。改革开放，我就开到不行。江泽民就这个状况，因为赵紫阳被斗掉了，说江泽民上来，对不对？他本来没那么早上来的，还是多做个3年5年，他才有办法接班。不用，你直接先上来接替赵紫阳，那他干出来的结果有没有非常的忠心？你说我改革开放1分，我就给你干10分，中国就这样来的，对不对？这个要记得这件事情。我说现在这个状况其实是蛮吊诡的，而且包含中国他自己也有什么，他自己也有这个能力去开发，没有义务役的状况之下也可以开发5奈米的。那么你等于说晶片的仰赖度已经低了，这我们一直讲好几期了，就不多说。基本上这个事情中国他现在抵抗制裁的力量是有的抵抗制裁力量是有的，只是他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当他瞧准要的时候，必定不是我们准备好的状况去做。各位要去注意到一件事情，我老师刚才虽然说我们的中华民国的党跟执政者和国防部长很有睿智，但他们睿智到现在已经开始跟地方的一些公庙
啊，或是一些场所去安排存放炸药、存放弹药。那这些事情其实都是一些玄机。难道我们这个国防部长真的只会去告人吗？只会说掌握状况吗？没有。其实现在这个状况啊，应该是非常危急的状态，好吗？好，其他我们尽量跳过包含了一些人民币啊跟卢布之间的问题我们跳过，因为俄罗斯现在在抛售人民币，那这个问题我们就先不谈啊，我们先不谈。那日元它大跌的部分，我们今天也先不谈，因为日元大跌的状况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们上周谈到了，它抛售美债，美国一定要制裁它啊，美国一定要制裁它，所以它一定要让日本受伤，不然它面子挂不去嘛。你抛售它了，它为什么不去反映你的？这种上个礼拜有讲过的事情。好，这个我们先跳过。那至于有人问老师要不要买日元我是算命的我不谈。然后但是呢，我只能说我可能会买，我只能这么讲而已，好吗？好，现在10点了我们尽量跟老师挑一下尽量我把它挑快一点的东西去讲那我们最后讲到美国美国这个东西是我们在标题上有的，这一定要讲。各位借给老师10分钟的事情这个老师在过去讲过这个事情，美国的主题经济衰退这些问题，很多人不以为然，或者是觉得你这个算命人懂什么经济。但是现在美国大学的一些经济的名誉教授沃尔夫，他就已经做出了很严谨的一个论文，也在媒体上直接发布了他的看法。是什么呢？美国现在是一个很奇怪的状态因为它有35兆美元的国债，是一个很夸张的状态。为什么呢？按照这位教授所说的方法是什么呢？是说百姓跟地方都希望政府能够花很多的精力去建设他们，做一些比较高的投资，也是做一些昂贵的事情，希望也能够继续维持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来保护美国人在世界各地的权益跟他们的交易不会受到影响。但是希望美国政府去保卫他们的这些商人这些有钱人跟富人，对于他们自己缴税的这件义务，却是想方设法的去节税。包含美国现在的总统候选人前总统特朗普也是一样，他缴的税可能比地方的牙医还要来的少。为什么？因为他做亏本生意你信他做20年的亏本生意吗？他说他是，你看他怎么样？他对外宣称他是富翁，但是他又跟你讲，我不但是富翁，而且我都是亏本的公司。那这个是不是很奇怪？是，它合法，你怎么样呢？所以是说很多状况，包含了巴菲特都觉得是说，一个政府如果你现在一直怎么样，一直让这些有钱人你去拒绝去缴税，甚至美国的税法基本上是为这些有钱人跟富豪去量身定做，让他们可以透过一些真的是非常复杂的税务组合，然后让他们可以免税，那么请问一下，你国家要怎么去运行呢？对不对？你税收不上来呀，但这些富人没有税，那你也没办法加征这些富人税。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你的选举的金主。那么国家的税金从哪里来？很简单，跟明朝衰落的原因是一样的。你的王侯贵族你都不用缴税，那么请问税金是谁缴？就是平头百姓缴。中国历朝历代衰亡的原因，这是很多在这个地方。明朝没有继续元朝末年的问题是什么？苛捐杂税。明朝也进行了苛捐杂税，因为什么？养个王爷，你就要很多钱。那你养了几万个王爷怎么办呢？那百姓不用活啊，王爷要缴税吧？王爷不用缴税，对不对？那谁缴税？百姓缴税，苛捐杂税有出来。大元朝亡的原因就是苛捐杂税，明朝原因苛捐杂税，包含了小冰河时期都有这个状态。而这样子你课不上来，你课上来的税是有限的，因为挣穷人的钱它是有限的。有钱人钱不挣，挣穷人的钱怎么样？你是站着把钱给挣了吗？挣到了，但是不够花。那不够花怎么办呢？你又希望我给你更多的钱去补贴你无论是半导体，无论是你高精尖的产业，或是我们的所有地方建设或是你的学贷都需要政府尽可能的去补贴你。但是你缴税又缴不多，是不是？就跟任何的明清时期的税法都是一样。国家一年的税收就是这一些，你要我拿什么钱去打仗？你要我拿什么钱去做那个水患的防治？你拿我什么钱去救灾？没有钱，一个子儿掰成5瓣你都不够花，因为税收它是有数的，税收是有数的。台湾可以超征，但是很多地方它是没办法超征的，它是有限的事情。那么怎么办呢？美国只能做一件事情，叫什么？叫做举债。举债来去支付我现在想要支付的东西。那么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怎么发生呢？因为国债这个东西累积到现在35兆，那个是历年累积下来。当然，拜登这一潮是累积最多的，因为他补贴最多。
但是回到债的本身，谁是美国最大的债主呢？有人说日本，日本很多债，还有中国8000亿的债，但是美国的债务是35兆，对不对？那个不是开玩笑，美国这个光你要支出的利息就跟你的 GDP 可以画上等号了，你要怎么去还这个债？那么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美国的大债主是那一些刚刚我们所说到的美国的精英阶层，金字塔顶上的这些人，他们是美国债主，因为他们买了很多美债。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一些的权贵，这一些的有钱的精英阶层，这些资本家，他们不负责缴税，或是缴极少的税，但是他们把他们原本要交给美国政府的钱，变成去把这个钱拿去买美国公债。意思就是说，美国必须去怎么样跟百姓征来这些税，然后再去缴给这些买国债的这些企业家、这些富豪精英。那么，请问一下，他不缴税，你还要把税征上来就还给他，因为他把钱借给你。那事实上，他买国债的钱，他也可以负责去转换成缴税，只要你的税法核当。没办法，没办法。为什么？因为他们设计的税法就是让富豪阶层不用缴税，你不缴税，你就会越来越有钱，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所以你在欧洲、在美国，很多人怀抱了梦想过去，很简单一句话，他们很好的社会福利，他不会让你很容易饿死，但是他也保证你不会发财。如果你不逃漏税的话，基本上他的制度可以保证你不会发财。突然跟老师谈这件事情，我就说你不用去想，你哪怕你是真的是去说你一年在美国有10万美元的一个年收入，我告诉你，你到手你也只剩下2-3万，因为包含了保险。各方面税费、联邦税、州税、地方税，你小孩的补习费就可以把你扒得干干净净的。你10万、20万有什么差别？没有什么差别，因为它会确保你不会有钱，确保你不会富有。所以在这个状况来讲，包含的是说，美国它过去这50年之间，它所有的这些政策会导致美国的衰落的是固定的，而英国也是一样，因为毕竟他们是央格鲁中心会嘛。英国也是一样英国的一些他们做得出来一些智库，他们做了很严谨的一些什么样的统计局还有他们的所有民间跟政府单位做出来一个很重要的结论是什么？在过去15年间，从08年的金融海啸之后，英国是怎么样处于他们经济还有他们的国内投资呈现的瘫软不振的状态。基本上他们可以去定一个名称叫做生产力之谜，也就是说，英国央行、政府中央跟他们的高校研究机构，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GDP 的修订数据，他们发现了一件事：2023年第四季度的 GDP， 也就是年底冬季的 GDP， 比他们上一季度，也就是秋季的 GDP 减少0.3个百分比，而第三季的 GDP 又比夏季，就上一季度的又少0.1个百分比。那这个东西就说，老师这个少那么一点点正常的，跟我体重一样，早上晚上量跟晚上量是不一样的，很正常。是，但是人家是国家，按照这样子的一个经济理论来讲，他们自己评断出的经济理论来讲，那么代表英国的经济是正式陷入技术性经济衰退的模式。各位要去知道一件事情，在2023年全年英国的大英帝国的个 GDP， 它仅仅增长0.1个百分比。那英国这样子还没被批评，然后中国它是下降，可能下修5%，都觉得中国你的 GDP 衰败很严重，你快完蛋，你快灭国了。我有时候觉得他们的评比是很有趣的。中国它如果没到5%、6%，你就觉得它快倒了。英国就0.1，然后你就说，人家是一个很优秀的大英帝国，也蛮有趣的事情。但是这样子的成绩也是写到2009年来，是最差的一个经济表现。各位要去知道，2023年你不能够把你自己的 GDP 衰退怪诸到你这个新冠疫情，是不行的。2020年你可以这么讲，2021年你可以说有可能，2022年你都没资格这样说了，何况是2023年的。所以说当然英国他们认为是说怎么样呢？英国政府就是认为是说，这是因为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当然这个一定跟美国有关系了，他不能明讲，他自己堂弟嘛，对不对？你不能乱讲，是不是？所以是说呢，英国他必须为了抗拒通货膨胀，他们必须要升息，调高比较高的利率。当然，政府也会去实行的紧缩的财政政策。当然，你施行的这些高利率，那当然百姓的钱就变少了，因为他要负担的贷款利息、信用卡利息都会变高了。那这些变高之后，当然你的食衣住行你也变高了。所以是说，这也抑制到家庭支出跟整体的经济表现。当然，我们也知道，现在刚刚第一季、第二季快过完了，2024年第一季英国的 GDP 也是季增0.6，但是呢，
包含了 IMF 国际货币组织基金啊，也是不看好英国的经济前景。就是他们认为全年 GDP 大概只会成长2024年只会成长到0.5%。这在这个怎么 G7 里面呢，它是一个倒数的，跟德国一起倒数。当然，瘦死的骆驼是比马大当然它还是很强大，但是呢，它的发展是变得很低。而这个状况也会发现到什么呢？那英国的智库啊，包括这个叫做决议基金会的里面，他就发布了一个大型的研究报告，他们用各种的模型来去确定这件事情，就是说英国的经济啊是从这个金融海啸08年之后啊，它已经原地空转长达15年之久。这个事情是比较大的就包含什么呢？就包含这08年金融海啸后的12年间英国的劳动力每年仅成长0.4%，不到 OECD 也就是经合组织的均值的一半一半都不到。而更重要的地方是在哪里呢？是在1970到2007年之间这个英国实质薪资从1970到2007之间，它每10年你的薪资会成长33%，10年成长33%呢。我们台湾过去10年。你有没有成长33%？没不可能的事情，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台湾现在都没有成长33%，跟30年前都没有比起来成长33%，对不对？但是到2021年的年代，这个数字就不一样了就变成负数了。你等于说你薪资不涨反跌这怎么让一般的劳工每一年你等于是说你损失10700英镑。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英国它的经济一直没有办法发展。就变成从金融海啸以来08年金融海啸以来，它的每一年的经济成长率就1.1%。那这就变成什么？因为它的长期的一个国内投资的疲软，无论是公部门的或是企业投资都是一样。因为当那个英国他的首相他换了之后他就发现是说为了避免这个金融海啸叫什么？就不是麦卡，叫什么名字？突然忘了突然忘了叫什么名字，不好意思。就发现是说为了弥补说英国现在的在金融海啸受到损伤，所以他大举的怎么样？大举的收缩政府的投资，等于政府对国内不再建设，或是建设很少部分，导致了他国内所需要的动力是没有办法去刺激的。又包含了第二件事情，就是包含了脱欧这件事情。因为有人去估计是说，如果英国在2022年他们没有脱欧的话，它的 GDP 还可以再增加1.3%，但实际上是没有。为什么？因为它脱欧了。所以我们就发现到了，英国跟美国做的同样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他们对国内的投资，一个是投资了，但是基本上你是投出去多少，你要负担更大的一个债务的海啸来应急。而英国呢，还有其他欧洲国家，就变成是说我有钱，但是我不敢投资。中国这个傻瓜是个傻帽，到处投资。各位你跟他配合的这个傻帽，他一定会怎么样让你们陷入债务陷阱？中国自己有债务陷阱，对不对？你看万恶共产党烂尾楼就100多栋。是不是你这个国家一定会完蛋？但是其他国家呢？当你没有办法去推动这个建设的时候，请问你的百工百业要谁来刺激他们成长？那你百工百业没有办法成长，没有建设的时候，你国内的原物料要怎么样去运行？你有需求，你才能够去运转。所以中国现在也发现这个问题，说它进行了超长年期的怎么样公债，卖给百姓的超长年期的公债。那这个对百姓是不是好事？是好事，为什么？因为你找到一个你是固定的收益的东西，说有闲钱，你中国百姓你有闲钱，那你可以去投资一部分中国超长年期的国债，因为它的收益是固定的，而且它绝对不会跑，因为你是自债自销。日本也是一样，日本它也是自债自销。所以上次有人就说日本人债务高筑比美国还高日本已经完蛋了，不可能，日本完蛋不了的，因为他的债务是卖给他自己的企业，印出来就有的事情，那他的抵抗能力是比较强的。那美国不是，他的钱都是在世界各地流通。说变成国际货币之后，它就有国际债务。那中国会不会有国际货币？会，它会有这几个金砖结算机制，也会有其他的一些贸易本币往来。所以是说它的钱一定会流到国外去。但是也因为如此，人家拿到人民币也只能买中国的东西，所以说变成什么？变成比较大型的封闭式的经济环境。人家为什么不跟印度本币交易？为什么？因为俄罗斯上当了嘛。因为你跟印度本币交易的状况之下，你拿到印度的那个卢比，拿到印度卢比，你还不能够去买印度的东西，印度也没什么东西要愿意卖你，你拿他的钱他不卖你怎么办？没办法交易的事情，所以他变成空手套白狼我卖给你，但是我钱给你，但是你不能花，有用吗？那等于是空手套白狼，俄罗斯就上当了。但是中国不一样，中国就是我卖给你东西，我收你的货币，然后我再拿你的货币去买你的东西。
那金钱那物资是不是就往来了？物资是会消耗的嘛？那你拿我的人民币，你能回来买我工厂的东西，那是不是我的国家也会有一些运转？而这个状况之下，你用本币交易状况之下，你两个国家互相的本币交易就变成封闭式的循环，就是大家本身在里面循环。就像中国对阿根廷，阿根廷它是还不了债，它自己已经完蛋了，对不对？这个是什么？这叫阿根廷的川普完蛋了没？啊，也完蛋了。巴西川普也完蛋了，然后美国川普要上台了，那你说谁完蛋？那就绝对不是其他人完蛋。那他中国跟阿根廷他的往来就很简单，对不对？你跟我买东西可以，你拿什么付？我不要你的钱，你的钱买不了事情，你的钱每天都在贬值，谁才用你的钱去买了？阿根廷你自己哭泣吧。但是呢，阿根廷拿什么去支付给中国？牛肉。所以中国进口了很多阿根廷牛肉，而且很便宜。为什么？因为它只能用实物交易，实际的物体去交易。所以在这个经济状况之下，中国你说它制裁它有那么容易吗？我们停留在过去，可能是说美国是经济独强的时候，它制裁中国那是一句话的事情，对不对？包含 SWIFT 都是一个威胁手段。但是你把中国银行推出的 SWIFT 把它踢出去了，请问一下，你在中国投资的这一些的商家，他怎么样把中国赚到的钱通过 SWIFT 汇到他自己国家去？没办法，你不在 SWIFT 里面。中国很痛苦，因为我没办法使用这个银行体系，我只能本币跟你交易，它已经建立好了。那么请问一下，你把它踢出 SWIFT， 你在中国赚的钱汇不出去啊？汇不出去啊，咋办？跟中国签单边的往来，不透过 SWIFT 就变成直接从中国对你的银行，可不可以？可以呀、啊。那请问一下，那美元的地位怎么去看？那你是不是促使更多人去弃用美元？所以很多事情啊，并不是说我们过去的那些世界的思维、独裁的思维啊，去看待这个美国跟英国还有这些国家，他们去主掌整个世界，就连现在连沙烏地阿拉伯连中东地区，他们都不敢讲是说我不卖你油，你就没有可用，没有人敢这么讲。为什么？因为管道太多了，管道太多了。各位记得，老师2年以前就跟各位说过，中国旱涝频繁，他一定会大力的建设核能电厂。2年之后，中国有没有大力建设核能电厂？这个就是看老师节目一个好处，好吗？好，后面的事情还有很多哈，糟糕，真的是讲不完哈。那老师再看看我们家怎么去做哈，包含以色列以色列那个问题很大，好吧？老师再看看什么时间给各位补讲哈。那我们今天不能讲太多，讲太多大家休息了，好吗？上次这个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哈，不打哈。何以兵部把甚至公布手段，这寿命也不能容忍，这都是会有这个问题，好吗？单纯一个贪腐也有可能的，好吗？不妨说这个卫星在中美可以互看，谁跟谁都看得见，是这样没有错了啊，这个是这样没错，好吗？川普会当选吗？当选，通货膨胀会再升息吗？川普会不会当选？当然现在大家都说会当选，但是我不敢讲，我不敢讲川普现在会当选，因为民主党最后会派谁出来选，我不知道。你能够保证拜登可以活到选举那一天吗？我不敢保证。我说真的，我也不敢保证。他那个老先生老成这个样子了，对不对？按照他不完全的命盘，早该完蛋了。他现在可以撑到现在，我就觉得他老人家真的是蒙上帝保佑了，是不是？但是川普上来，台湾一定完蛋，一定完蛋。川普一上来，台湾保证完蛋，一定被统一，那个没有争议，不接受反驳。特朗普一上来，台湾一定收回，没有任何的模糊空间，绝对铁定钢定钻石定啊，那个是绝对没有什么问题的事情，好吗？好，那我们今天再用大家太多时间了，那最后还是讲一下哈，我们这个八字的师资班已经讲到第35集了。那我们预期在第40集的时候，我们要涨价到36000元。在这个乱世老师还是认为如果你没有其他专业的，不妨你学学老师的一个八字专业。那尤其是在中国大陆的朋友那边是蓝海市场，带我去攻城略地之前，你还有机会等我去攻城略地的时候，你就没有机会为什么我要去攻城略地？我也要吃饭的好不好？我也要挣钱的好不好？很多时候有些事情不能现在讲，但是你们就知道了，好吗？剩下星期三讲好吗？老师安排看看好吧？我尽量把它处理一下。好，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我是陈老师，希望跟更多的人加入我们的一个八字师资班。那老师其他节目已经在录了我们希望可以提供各位更多元的节目。感谢各位收看，我是陈老师，我们下周见。